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盒 HG 的海盗钢弹 X0全副式披风，那以下我就简称 X0FC， 这样比较顺口。本身是 PB 限定，由之前出的 X0追加全副式披风。如果没有看过 Ghost 的剧情，想知道他是不是托比亚驾驶的观众，直接回答你是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盒 X0FC 表现如何。那我们始めましょう。来看一下板件数量，我只能说超多，包含 PC 零件一共来到18片，字母来到恐怖的 O， 正好是2片新规的板件。再来肯定会有人问，大 V 不是啊，你标题写开箱就沉默，板件数量多是有什么好沉默的？来，马上来看补色贴纸，我看到是先沉默了啦，数字也是来到恐怖的48号，总共有48张贴纸，虽然面积都不大，但看到这么多补色贴纸，马上觉得这一次分色很不妙。那我们进组装时间。好，各位，这台 X0FC 是组装完毕了。那整个组装体验上就是贴纸地狱，本体还好，最主要就是集中在那6片披风上面，真的就是直接贴到怀疑人生的程度。来看个外观，全身用着大片面积的银色作为主体，配上少许鲜艳的颜色作为点缀，红色的部分都是采用金属红，但在这盒套件上比较没有那么友善的是，披风上的红色以及黄色都是采用补色贴纸。远看还好，近看的话破绽就很明显了，特别是披风下方的散热口，边角部分的贴纸都有折角，把玩的过程或是时间久了都会翘起。如果纯宿主不贴贴纸，在外观上银色会占了几乎 90% 的面积，即使上了墨线，也会因为对比不够明显的关系，使得视觉层次感很不够。此外，银色的缺点也因为这台的原始配色会被放大来看，水纹的问题不多说，大面积逃不掉。再来是汤口的部分。虽然汤口已经很小了，但因为没太多的隐藏，因此在剪下后，在部分地方还是会留下小的明显痕迹。处理上也只能依靠涂装，对宿主派的玩家来说较不友善。头部的强势散热造型采用替换零件，结合紧实度蛮紧的，替换上同样不是很友善。手掌的部分，双手给了握持武器，开掌兼持枪造型；单手的部分则是右手握持孔雀专用手。特别看一下开掌造型，内侧有个小卡榫。全部的武器中，只有初代的光束步枪会用上这个小卡榫，另外也可以作为开掌、摆设造型时使用。接着来看武器，非常多。海盗钢弹本身就是移动军械库，除了海盗钢弹传统的武器之外，X0有追加的就是蝴蝶破坏刀，以及多目的攻击武器孔雀。另外就是这盒新规的蝴蝶破坏刀 B 型。海盗传统的武器就简单看过，零件跟以往一样，光束特效也有给出来。除了烙铁标示器的蝴蝶破坏刀跟衍生的 B 型，都是透过替换零件切换枪剑模式，光束特效则是共用的。孔雀也是透过替换零件，在粉碎以及破坏模式下做替换。本身呢是村正狂刀以及雀屏碎戟弩的合集，需要透过专用手握持，角度蛮斜的，常常会跟披风互相干涉，可能上的角度也很有限。特效部分也是跟村正狂刀的全部共用，平常不用时。也可以像破坏枪以及海盗弯刀一样收纳在侧裙甲上。另外这一盒也有附上 X1FC 的雀屏碎戟弩以及村正狂刀，摆姿势时可以使用。中间的骷髅 ID 藏装置也可以单独拆下，变成全套使用。当年钢铁的新人看到时蛮惊讶有这种用法的，
最后来看一下贴纸以及补色区域，非常多。先从贴纸开始看，默认的双眼、天线顶端的白色、领口处的光束键顶部、肩膀前后的黄色造型、膝盖上方的黑色造型、裆部中央的黑色。这一块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金属红配色，所以没有特别去贴。喷射背包上方总共8个散热口，接着就全部跟披风有关系。双肩骷髅共4个 ID 场发生处，披风中间总共4个灰色区块，12条红色线条，以及下方总共20片黄色散热口，这边都是用补色贴纸来进行补色。再来看补色区域，头部以及胸部的骷髅标示，双眼以及四周围的黑色。头部前额两侧的红色线条，肩膀黄色造型周围的黑色，肩胛内侧的灰色，脚掌上盖以及脚背细节处的灰色，脚踝上方边缘的灰色 ，ID 场骷髅眼睛周围以及线条的黑色。接着是武器，真正的地狱，肩膀两侧的光束键顶端黄色，光束斩刀上方护手边缘、前方护手以及下方的黄色，破坏枪瞄准镜的上方。中段造型以及尾端造型的黄色，孔雀的握把处以及14处光束键发声口的黄色。至于村镇狂刀跟碎吉奴，要讲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可以写成表格，直接上 X1FC 的官图比对。然后是替换临界的核心战机，驾驶舱的黑色，驾驶舱两侧的黄色覆盖，两侧光束键顶端的黄色，光束键尾端小型卡榫的灰色。还请要涂装的观众要加油！有考虑全机涂装或是已经做完的，欢迎留个言，我愿称你为最强啊！接着来看可动，本体因为有着披风，在可动上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头部采用 PC 球形零件，俯仰正常，前后摆动、侧摆也都没问题，左右旋转也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躯干的披风可以向上掀起，角度180度，弯腰以及后仰也是利用 PC 球关，角度上偏小。最大的问题是跟腰部连接的地方太松了，导致弯腰非常容易脱落。注意是非常，侧摆是完全没有，左右旋转则是可以360度无干涉。手部侧摆完的时候要注意，两侧的披风常常会松脱，也常常会互相干涉。临时可以透过内部的 PC 零件达成外摆。360前后旋转没问题，但要注意披风可能会打到喷射背包。披风可以向上掀起，本身是球形关节，可以稍微调整旋转角度。手部平举会被肩膀的骷髅稍微干涉，角度接近90度。手肘两段关节弯曲角度150度。烙铁标示器也可以向外翻折，要使用的话需要先将光束发声口裁下，换个角度之后再装上。当然没有光束特效，基本上不太会用到。其余的根部旋转、手掌旋转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腰部的前裙甲可以向上掀起 ，HG 的异同上下水准，接近180度。后裙甲就是完全固定无可动，侧裙甲会被躯干卡住，可动只有微微的10度。脚部的前踢可以超过90度，后踢则受限于后裙甲，只有30度，侧踢可以来到90度。根部旋转360无干涉，但这块部分与其说顺畅，不如说是有点松。屈膝两段可动，角度150度。脚掌的上盖有些许的可动，跟脚掌旋转会有些许的干涉。脚掌前后摆动正常。侧摆在项链的部分表现比较好，抓地力也不错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也是球形关节连接，可以微幅调整角度，翻折可以来到90度。喷射口虽然可以直接搬动，但依靠的是卡榫，搬动完之后需要再将它推回去。说明书上是写拔出之后改变角度再塞回去，但总觉得这部分做的有点偷懒就是了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X0FC 的开箱了。坦白说，我个人这一次组装是很不愉快。后期大部分是在贴之中度过，平面的话就算了，总共20个喷射口，每一个喷射口都还有2个小转角处。除了贴到烦躁之外，在把玩上的过程也常常因为没弄好或是没注意到而直接翘起来。而且这些贴纸的位置都很重要，不贴就是整片的惨银色。可动上也没有到说特别的突出，但撇除掉这些问题，海盗系列最帅的就是它的武器一卡车，摆姿势上基本上就是怎么摆怎么帅。然后武器搭配就是任你挑，基本上应该是全机体里面最多组合可能性。那至于推不推荐，老话一句，等阿居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那欢迎各位留下你对这台 X0FC 的看法，还是你有组过 X1FC，
或是呢你真的有做过全机涂装的，都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